Wake up！ 今天的任务是金字塔。矗立在沙漠中超过4500年的神秘建筑，不仅是古埃及辉煌文明的象征，更是人类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谜，被誉为世界7大奇迹之一。让我们一起来探索那些埋藏在沙漠中的古老秘密吧。走啊，我们今天呢要去金字塔了。然后在埃及去金字塔区通常都会包车，但是呢，因为我昨天才那边想行程，所以包不到车，我们就来叫计程车，叫 Uber。所以在埃及 Uber 很重要，下载好。我们现在要到吉萨，然后我们从机场出发，要多少钱？差不多160，就是差不多台币也160、170。好，然后金字塔群呢分成3个地方，一个是吉萨，一个是萨卡拉跟达索尔。然后希望这3个地方都可以去到，那我们就出发。我们的 dress code， 出发。到了，我们到买票处，可是我们要先去找地方租骆驼。好，租骆驼。走，要怎么找？之前来过，然后有一间它的价格比较公道，不然在这边你要一直跟别人议价，其实很麻烦。我们就是外国人很容易被坑。内行人。Go。这间，我们来问问看骆驼的价钱。我们很快的就找到了我们的向导。Introduce yourself. Madi. Alright, you are our guide today. 我们跟着他们呢，就可以快速通关。然后我们这次租骆驼呢，骑骆驼是一个人是30美金。他原本跟我们说一个人40美金含门票，但是其实这边的门票只要240埃镑，就等于入口的门票自己买就好了。这个园区的话，240镑就可以进来里面乱逛。但是呢，如果要进去金字塔里面呢，还要另外付钱，什么都要钱。好了，我们眼前是金字塔了。好可爱的骆驼！我们现在要来领我们的骆驼，都是大便，走路要小心。它在磨蹭。好了，我们去找我们的骆驼。嗨，好帅，好帅！我在埃及了，要骑骆驼啦 Like a horse. Yeah, like a... Okay, that's one out. Okay. Here. Here. Okay. Lean back。哎，好恐怖！包包会挂在上面，然后你脚踩着就跟马一样，然后蹬上来，完美，然后它就会自己站起来了。No. 它站起来的时候很恐怖哎，如何2楼的空气新鲜。哦，它骑马载我们出发。它跟马一样会前后抖动哎，跟马还蛮像，可是比马还要高，一直在抖，镜头应该很明显，上下一直晃。现在就在吉萨，是整个埃及最大金字塔，也是最观光的地方。这边其实因为离市区很近，金字塔又是著名的那3座，所以这边其实算是蛮大的观光景点。然后附近还有很多的饭店，晚上也可以看他们的灯光秀。What's his name? That's Aziz. Aziz. Aloai. Yes. Aloai. I have Casanova. Casanova。这里是撒哈拉沙漠的起点，从这边呢一路往前走，骑骆驼的话要52天就会抵达利比亚了。呜，感觉如何，林荣一？他走得很迟缓。我们在沙漠了耶！我在撒哈拉，怎么念啊？好难念。撒哈拉沙漠。Sahara Desert, and we're going to Libya. 52 days. I don't go with you. Where are you going? You go alone. 看后面，这边呢就是埃及最有名的3大金字塔。这边是吉赛区，它其实埃及境内有上百个金字塔，但是这是这边最有名。然后最右边那个是胡夫金字塔，也就是埃及现在最大的金字塔，也是最高且最古老的金字塔。然后中间的是卡夫拉金字塔，它是第2大的金字塔，虽然看起来比胡夫金字塔还高大，只是因为它建在一块高地上。然后最左边的这座是孟考拉金字塔，当时第4王朝渐渐衰弱，所以金字塔也是3座之中最小的。这就是吉萨主要的3座金字塔。第4王朝的法老胡夫，胡夫的儿子卡夫拉，和卡夫拉的儿子孟考拉。骑骆驼的感受呢，就跟骑马其实很像，然后就是这样上下一直 wave， 如果你放松的话，就是一直 wave。可是它如果开始跑起来的话，你就会开始飞在空中。对，就是真的跟骑马一样，会上下一直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点，它让我们停下来拍照。Lean back，撑住，手要有力。
Sair. Again. Sair. 哦， Oh. 哇，它都下来了，咦好可爱哦！咦，啊，它蹲下的方式好可爱哦。乖乖哦，还扭动。Jump down， 你好可爱哦。You're so cute。 خلاص يا كلباو. 好啦，拍照时间。我们超专业的摄影师，他真的超会拍，他拍的照片超美的。这座雕像还好吗？干嘛？ One. 哦 ，nice。哇 خلاص finish. 飞了哦 ，nice right， You're welcome. ，amazing，amazing。 Give me back. yes。 I'm bad at it。然后我们就在这里 Yes 拍了好多照片。通常大家会骑马或骆驼来这里拍照，因为金字塔群实在是太大了。塞骆驼。好了，我们拍完一堆照，我们现在要启程。 Ready? Ready，Let's go。阿里嘎，阿嘎阿里嘎。阿嘎。哦，它站起来的时候真的很恐怖哎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靠近，真的靠近金字塔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远观嘛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往前走。它往下走的时候，你背要挺直，手要用力。因为在骆驼上就是这么陡。沿途导游也会跟我们讲解金字塔的故事。三个就是这一个人的家，反正他们是爷爷、儿子一跟孙子串嘛，，对。然后这两个王后是怎样？这三个王后，我不知道，我都乱听。总之，这旁边的小金字塔是属于王后的陵墓。然后在孟考拉金字塔的南侧有3座。哦，It's pink。 Yeah, it's pink. I'm videoing. 在外面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红色石头，它是属于花岗岩，然后它是用来保护金字塔的，但是其实都已经掉下来了。上面的金字塔就是石灰岩建造。This one is the entrance of the pyramid, but it's so small. Can we still go inside? If you want. 可以进去参观金字塔，只不过里面的文物都被搬出来了，没错。所以其实进去就只是看它里面构造而已。刚刚导游跟我们说，其实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其实是现在开罗的城市。对那以前这边其实是尼罗河的。那为什么他们有办法建造这些金字塔呢？这些大石块其实都是从 Luxor 跟 Aswan 运来的，所以他们以前就是靠着河运下来，然后再搬过来这边。哦它原本是一条路。哦，这条坡道就是它之前从尼罗河，哦，好晃好晃。运送石块的坡道。 The Oh. time of the pyramid, no machine, no asman. 嗯哼 Just use power of，Yes mine. Yes。 Mine work, gonna make the pyramid. Mine not work, no way. 我们看前面这座是卡夫拉金字塔，这个它其实上面有被保留一块，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以前其实金字塔它整个是光滑的，只是因为日积月累的侵蚀，所以它现在就只露出里面一点的大石块。哦，而且上面还是保留的非常漂亮，对耶，所以它外面包覆的那一层全部都掉了。或者被偷也是有可能。对， Far, far, ，Yes， far. You cannot catch Saqqara pyramid from here. 在那根高高的旁边。从这里可以看到萨卡拉金字塔。它蹲下来的时候超可爱的，你又小心小心。 Let's rock start from here. To where? Come. 看看一块金字塔的石块有多大。 To here. 哦， What's that? Oh, One stone.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. 又来到拍照时间。这些前面的都是原本包装金字塔的石头，这些是花岗岩，所以看起来是红红的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上面，它就是里面花岗岩包围的地方都脱落了，然后这里面是石灰岩。最后，我们又在这里拍了好多美照。由于金字塔并不是单独存在，而是由围墙、祭庙、提道和暗神殿等组合而成的群体，
所以我们现在要前往卡夫拉金字塔东部的周边建筑。他现在坐在这边等我们，让我们去看神庙。这边沿路边都有很多摊贩。我们现在要去看人面狮身。对，这边是它的入口，其实人蛮多的。然后导游还有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，然后手机不要给别人拍照，有一定程度的危险。给别人拍照可能会被偷走，或是给小费吗？很有可能。当然，我们这边是卡夫拉神庙，然后就是在卡夫拉金字塔的前方，然后旁边是人面狮身像，然后这一区嘛，神庙跟人面狮身像的部分是以前都淹没在沙里面，然后是后来才被挖出来的，所以其实这边都保存的还蛮完整的，就是很多石柱，然后但是顶不见了。排队要去看人面狮身像。这边是人面狮身像，然后一开始挖到它的时候，其实只看到它的头像，然后是后来就是挖才把它整个挖出来，所以它其实保存的蛮完整的。整体有一块天然石灰岩岩石雕刻而成，面部被认为是卡夫拉法老的面容。你们看侧面的它，还有它的屁屁，然后它有一根尾巴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近看真的非常非常的大，人体比例尺看得出来多大吗161，这样。对啊，而且你可以看上面，其实当初被侵蚀痕迹过的，然后下面是后来开挖的哦，所以下面的石块非常的漂亮，你可以看出当时其实非常精致的状态。你看圆弧形。我觉得有差别，它那一个有一条界限，上面的话就是原本找到的地方，然后后来再慢慢挖下去。实在太多人了，跟他说拜拜。再看最后一眼。又是拍照时间。真的超会指挥我们比 pose 的。骆驼要经过。好啦，差不多结束我们这次的旅程了。我们历时差不多2个多小时，因为刚刚人面狮身那边太多人了。但是呢，整趟旅程愉快，他真的超会拍照。3个吉赛金字塔再见喽！还有我的骆驼。你们看他要蹲下的方式超酷的，他是先前脚弯曲，后脚再弯曲，然后再往前匍匐。结束整趟的旅程，我们回到起点。结束宏伟的吉萨金字塔群后，神秘金三角的旅程还没结束。金字塔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完美，让我们来看看金字塔的演变史吧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叫萨卡拉，然后这边最有名的呢就是阶梯金字塔，它是埃及第1座最早最古老的金字塔，建于4600年前。那我们来看看吧。萨卡拉位在吉萨南边，来这边买票，我一样包车前往。好啦，那我们要经过这个围墙进去阶梯金字塔。在进来这个围墙上面啊，你可以看到它很光滑，以前有抹蜂蜜蜡在上面，然后这一块石头堆叠起来，完全没有 pillar 或是任何水泥还是什么的，这些石头就这样建造堆叠起来的，超厉害，在几千年前呢。走进来之后呢，这边2旁都是廊柱，然后总共有42个廊柱，然后每一个廊柱啊都是连接旁边的墙。出来了，来到南苑广场，这边就是阶梯金字塔的南面。然后我刚刚听到别团的导游说，这个前面的广场啊，以前是国王用来斗牛的场地。我们往前进吧，去看看史上第1座金字塔长什么样子。哇塞！哒啦，史上第1座巨大的石造建筑。它是由古王国第3王朝的左塞尔时期的时候所建，然后他请他的大臣叫做应和田所设计的，他是一位建筑师，也是一位医师。然后其实这座金字塔的建造啊，不是一下就盖好，而是慢慢来，因为它叫阶梯金字塔嘛，所以总共有6层。因为最一开始啊，在初期王国的时候，他们的陵墓叫做马斯塔巴陵墓，然后马斯塔巴在阿拉伯语呢就是长椅或是板凳的意思，就是在长方
方形的平台内设置了数个墓室，然后当时巨型的马斯塔巴墓啊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萨卡拉地区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建造，就最底层原本也是一个巴斯塔巴墓，然后后来就慢慢加上去，加了6层，才有现在的阶梯金字塔。同样，由于金字塔群是复合体，所以周边都还有其他建筑。这边是南边的房子，称为南亭，墙上还存有第18和第19王朝的游客涂鸦。就在南方亭子的北边，这边是北边的一个小亭子。虽然现在看不出什么，但2个亭子却是重要建筑。来埃及要小心，如果别人说要帮你拍照的话，拍完他就会跟你要小费了。所以刚刚那个人就问我要不要拍照，我说不用，没关系，谢谢。然后我现在就沿着金字塔的4边这样走，然后这边呢有一堆大石头块，它上面是写说是在南边的墓发现的大石头，里面有一座雕像哎。这个封闭的房间叫做 Sterdab， 穿梭在金字塔旁边。我现在走来金字塔的北面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funeral temple。那跟其他金字塔很不一样的是，它把这个 funeral temple 就算葬礼的祭庙啊，放在北边，是因为那时候左塞尔相信，北边的话是面对拱极星，然后拱极星是一颗不会落到海平面以下的星，所以就是希望他们的子孙都不会陨落。然后在 funeral temple 中间呢，这边就是一个北面的入口，但是现在呢已经没办法进去了，要从南面。给你们看看金字塔的4周，这边是北面的地方，然后我要往南面走。埃及呢风非常大，沙也很多，所以我头发就跟去海边一样，上面充满了沙，然后又打结。好啦，不是重点，你看这些金字塔，我站在4600多年前的金字塔旁边欸，你能想象吗？就是在这么久以前，他们有办法盖这种金字塔，然后把这些大石块运过来，然后再堆叠起来，真的蛮厉害的。现在这边的话就是南边的入口，然后这个南边的入口其实在盖完这座金字塔2000多年后才建到这个入口的。好啦，这是第一座金字塔，阶梯金字塔。那金字塔还是远看比较好看。然后我们现在往前走，它这边好像有2个墓，我们去看看。哇塞，就是这里了，这是他们的墓吗？太壮观了吧 ！tomb， 全部都是墓。我来看看。你看远方可以看到2座金字塔，还是3座？反正后面那2座呢，是我们等一下去的地方。哎，这边真的有很多东西耶。这一个好像也是一个金字塔，但是它的形状，那个真的是一个 Unas 的金字塔。然后你们看这里，超深的哎，那下面是垃圾了。不过侧面还可以看到当时建造留下的痕迹。Tomb of Idut， 这是一个王室公主的墓，里面保留着许多墙上雕刻，生动描绘了祭品和其他日常生活活动，像是男人在船上用网钓鱼。我现在就在其中一个马斯塔巴墓里面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个方形体嘛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墓室，可以放一些东西，最好还是去听一下讲解。这边实在是太大了，他们刚刚说这边一整片啊，全部都是家族的墓。然后在这个萨卡拉这一个地区，一开始都是马斯塔巴墓嘛，所以都是集中在这一区。好啦，我差不多结束这个萨卡拉地区的金字塔，这边真的蛮大的，就很多地方可以看。然后如果最好有钱的话呢，请讲解会比较了解整个历史背景故事，还有一些那个意义、雕刻的意义啦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前往下一个金字塔，叫达苏尔。我现在走出来停车场呢，我今天怎么来？我就是昨天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计程车司机，然后就问他说今天能不能包车从家里载我来整个金字塔区，包含萨卡拉，然后戴苏尔，还有孟菲斯，然后这3个地方，然后就是整趟过来，然后再带我回家。他开600块，但是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加上去。热死人的天气，司机带我来路边买 Grava， 这瓶呢今天买20磅。继续参观下一个景点。要去达苏的路上呢，会先经过一个孟菲斯博物馆。那来这边要看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超大雕像，
它是拉美西斯2世。孟菲斯博物馆是全世界最小的博物馆，里头就摆着这座拉美西斯2世巨像，很可爱，有一些讲解要让你去看。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它这个石像上面的雕饰，像是他戴的帽子，然后帽子上面的眼镜蛇，然后他的眼睛、他的耳朵、他的这个假胡子，然后他的腰带，就是明显凸显出他法老的显赫。这座雕像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是躺在尼罗河里面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都泡烂了。然后后来是188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英国人想办法要把它搬到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搬到这里之后呢，才把这里把它围起来，变成一个博物馆。你们注意看，它两脚之间还有一个小雕像，是一个王子。据说他是拉美西斯2世的儿子之一，哈姆瓦萨。有他头上所戴的皇冠是双皇冠，代表他统治过上下埃及。这个石像很厉害的地方是啊，它只用了一整颗花岗岩所雕刻出来的。它原本是站立的，但是后来反正经过了好几千年，就变成现在这样。然后拉美西斯这个巨大雕像看完之后，外面还有一些露天的雕像，我们来看看。这个就是 Open Air 的孟菲斯博物馆，非常的热，路边都有一些小摊贩。走来外面又来看的就是这个人面狮身像，它好像是全埃及第2大的人面狮身。是由一块雪花石膏雕刻而成，好酷哦！你看，这是原本国王房间的底座，柱子的底座。这是另外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。这世外博物馆太酷了，就是远看起来就是一片荒芜，好像废墟之地。但其实这一些留下来的雕像、石像，其实都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遗迹，这些也都还在博物馆里面哦。好啦，这边被摆放好，还有解说牌就比较好一点。这好像就是他们的木乃伊的石棺。好啦，那就逛完这个博物馆啦。那其实孟菲斯这个地方啊，是以前古王国的首都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在这边出土，或是在这边被找到。继续前往下一个金字塔。哦，我来到达苏尔了。然后来到达苏尔的这边呢，有2个金字塔要看，一个是弯曲金字塔，一个是红色金字塔。那这2个金字塔呢，都是由古王国第4王朝的法老叫做斯尼夫鲁所建。然后按照金字塔演变顺序啊，第一个是阶梯金字塔嘛，第2个演变而成的就是这一个弯曲金字塔。那为什么叫做弯曲金字塔呢？很明显，看的外观就是弯曲的。其实一开始建造的时候，原本的角度是设计54度角，但是后来盖到一半的时候，就突然发现有点重量过重了，所以倾斜角度才改成43度。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说，就建到一半的时候，法老突然过世，所以就紧急赶快把它改完。哦，这边有可以进去金字塔的地方哦。你可以看到红色金字塔就在对面那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爬上来金字塔，因为呢，这个金字塔可以免费进入里面。如果你在吉萨的金字塔，像胡夫，就要付钱进去。那这边是免费的，我们来看看。要先爬楼梯上来，看一下上来的景色。金字塔所在的地方，反而基本上就是一整片沙漠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太长了吧！哇哦，看得到吗？我们现在正在走下去金字塔，它里面通道超小的，这样，它的走道就长这样，是往下倾斜的。我们现在正在往下走，全身要弯曲，然后很累哦，还好遥远哦。刚他们说倒着下去比较好下。这个金字塔呢，总共80公尺长。到了吗？到了吗？还要上去什么东西？好，上来。其实我简介的顺序是这个先，但是我刚刚已经去完红色金字塔，我已经爬过一遍了，我现在脚非常的酸。哦，有鸟哎！我就从这边爬上来，然后上来呢就是长这样。我刚刚已经去过红色金字塔里面了，但是有人说其实进去一个金字塔就够了，那我怎么还会来这里呢？纯粹只是好奇到底它长怎样。结果就是它长得都一样，然后累得半死。反而就是这边又有阶梯，然后整个通上去。那我觉得通上去应该也没什么东西，我就不上去了，好累哦。
其实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别人拍里面金字塔的照片，但是我就是不信，说怎么可能就这样而已啊？我还是进来看了，然后进来看就真的是这样。带你们看过一遍，你们就可以不用爬进来了。啊，好啦，差不多就这样，要出去了，累死了。回去吧。我现在回去了，我大腿真的很痛啊！然后为什么金字塔里面东西都没有了？因为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被搬到博物馆里面去了，所以你们要看里面古文物，直接去博物馆看就可以了。我又要上去喽！以前的埃及人到底是怎么想到要盖金字塔，然后把墓放在这么下面的地方，然后又要盖得这么高，爬得很累，他们盖的人也很累。重见天日，80公尺的金字塔，真的不要随便乱上来，好累哦。好了，它就是斯尼夫鲁的弯曲金字塔。那从它开始，为什么要盖一个截面为等腰三角形的四角锥状呢？因为原本上一个阶梯金字塔，他们是相信拱极星嘛。那到它的时候，它是相信太阳神，就这个金字塔的样子就象征着太阳洒下来的光芒。因为他们相信太阳从东升西落，就是象征的重生跟复活。那按照金字塔的演变过程呢，弯曲金字塔下一个就是红色金字塔，也称为真正的金字塔。那其实斯尼夫鲁它还有建造第一个金字塔，叫做梅姆杜金字塔，那又称为崩塌金字塔，所以崩塌就是崩塌。但是那个地方在梅姆杜，我们这次没有去到。那我们就前往红色金字塔。我们现在要去斯尼夫鲁盖的第3座金字塔——红色金字塔，然后它一样是可以免费进去参观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可爱的司机他也跟我一起上来。Let's go up the stairs. No people. 爬金字塔会累，而且很热，但是可以看到后面的风景，都是沙漠。Almost there. 哦，入口。好了，我要下去了。Are you okay? I feel okay. 哦，我们爬这么长了，快到了。哦，下来平面了。哦 ，Have echo， 好酷哦，感觉在电影里面的一个墓室。哇哦，好，我们要前进下一个。哎，我觉得我的腿在酸了。哦 ，What is this？ 哦，继续往上走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神奇的地方。哇，哦。就是有人在这边乱涂鸦的意思。继续走看看，好像在探险哦。哦，就是一个大石块，它的天花板好酷哦，看得清楚吗？进来金字塔里面超酷的，很像在看一些宝藏类电影，像《国家宝藏》啊、《神鬼传奇》这种。反正就是进到一个墓穴里面，什么都没有，要去探索它的历史。只不过里面有臭臭的味道。下去，里面味道有点重，我们要准备出去了。Oh my God, we're going up. 南哥，我看到大家分享都说金字塔进来一次就够了。你看身体要弯成这个样子，然后蹲下去这么长的地方，然后再爬出去。我刚刚光下去，我的大腿筋就在痛了。我现在半蹲脚超酸的，看到曙光了，出来了！哎呀，累死了！啊，重见光明，我的背好痛哦 ，Oh my back sore。接着呢，又要下山了，大腿超级酸，我觉得比爬山都还要酸，我的天哪！但是前面一整片沙漠可以欣赏。刚刚司机说他之前爬过吉萨的金字塔，胡夫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金字塔，他说他以前爬过，然后这个金字塔呢比胡夫的那个还要小，我就可以累成这样了，就知道金字塔进去要慎选呐。啊，这就是斯尼夫鲁第3个真正的金字塔。可爱的司机在这边等我，感谢他了，陪我一整天。Bye bye pyramid。有了金字塔眼镜3部曲的基石，古王国第4王朝的法老胡夫才能使金字塔建筑达到巅峰。计程车司机非常尽责，我从9点出门哦，现在快7点才回家，他就整整陪了我一整天，然后我最后付了1100埃镑。好累，回来了，顺便去采买。好啦，那差不多结束这2天的金字塔之旅。骑骆驼真的超有趣的体验，只不过你们防晒记得要做好，因为真的天气太热了。
那看完金字塔，也差不多了解古王国时期的历史了。那接下来在中王国时期，其实陆续都有在建金字塔，只不过那个时期啊，盗墓盗得非常的夸张。所以到新王国时期的时候，法老就决定不要再把自己放在金字塔里面了，因为超显眼，就是等着别人去盗墓嘛。所以啊，后来法老就想说，他们要找个山谷间的隐秘之处，让大家不会那么容易看到。所以呢，这是后来的帝王谷。好啦，那就期待下一集吧。This is life， 拜拜。我现在在 Sharm el Sheikh。